很多人都在传，说2026年是一个极度特殊的年份，命理学上叫赤马红羊节，尤其是到了7月份，呈现出7月流火、烈火燎原的凶险之象，甚至有传言说，这场时代的烈火会无情地吞噬掉一批人。听起来是不是让人脊背发凉？但今天我想请你先喝口温水，把心放宽，因为这把火烧的根本不是天灾，而是我们的人心。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肩膀上挑着家庭的重担，心里挂念着孩子的未来，还得操心手里存下的老本够不够抵御通货膨胀。我们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，活得实在太用力了。这些经年累月积压下来的焦虑和委屈，才是最危险的引火干柴。环境稍微一变动，就能把人逼得整夜睡不着觉。在今天的内容里，我们不谈怪力乱神的恐吓，只谈看透本质的清醒。我会带你找出藏在心里的3把无名火，并教给你3个不花1分钱，每天睡前就能做的简单练习。看完之后，无论未来的大环境怎么动荡，你都能为自己和家人稳稳地守住一片不被烦恼侵扰的清凉地。2026年的这场时代之火，与其说是一场外在的灾难，不如说是一场时代的巨大考验。它就像是一股强烈的催化剂，会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压抑着的焦虑火、怨恨火、贪欲火瞬间放大，猛烈的点燃。那些真正被烧掉的人，并不是被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毁灭，而是被自己内心失控的执念所反噬。他们会在高压之下彻底迷失，失去内心的平静，甚至亲手毁掉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庭与生活根基。那么，究竟是哪3种人身上带着最多的引火物，最容易在这场时代的共业中引火烧身？接下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，慢慢听。这无关乎你的年纪，也无关乎你的身份地位，这关乎着我们如何在未来的动荡中守住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。这世间的第1把火，也是燃烧的最广、最无声无息的一把火，我们称之为焦虑火。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或者这根本就是你自己的真实写照。每天早上睁开眼睛，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，不是清晨的阳光，而是一连串解不开的结。你担心孩子的课业跟不上别人，忧虑他们未来的出路。你盘算着银行的存款，担心通货膨胀会吃掉你辛苦存下的老本。你看着大环境的变动，害怕哪天公司裁员，家里的经济支柱就会瞬间崩塌。你活在一个看似安全的现代社会，但你的心却仿佛每天都在经历兵荒马乱。你总是习惯性的把还没发生的灾难在脑海里预演了100遍、1000遍，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你都能联想到最坏的结果。你以为这叫未雨绸缪，你以为只要想得够多，防备得够深，就能抵挡未来的风险。但你没有意识到，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恐惧，就像是一把看不见的慢火，正在日夜不停地煎熬着你的心神，把你原本平静的生活烤得一点水分都不剩。我们经常会觉得，只要解决了眼前的某个难题，日子就会好过一点。只要孩子考上好学校，只要房贷还清了，只要存够了多少钱，我们就能真正松一口气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在佛教的经典中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公案。有一天，一位满面愁容的农夫，大老远跑来向佛陀求助。他一见到佛陀，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倾诉自己的苦恼，说：佛陀啊，我的生活实在太难了，有时候天不下雨，我的庄稼都快枯死了；有时候雨又下得太多，把我的田地都给淹了；
我的妻子虽然是个好女人，但她常常对我发脾气，让我心烦意乱。我的孩子虽然乖巧，但有时候又很不听话，气得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。您是拥有大智慧的圣者，求求您帮我解决这些烦恼吧。农夫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83个烦恼，眼巴巴地望着佛陀，期待能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解答。佛陀静静地听完，眼神充满了慈悲，但他却轻轻地摇了摇头说：我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这83个烦恼。农夫一听，震惊又失望地问：您是觉悟的佛陀，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佛陀语气平和地说：这世间的每个人，无论他是国王还是乞丐，是富翁还是农夫，生命中都注定会有83个烦恼。有些烦恼来了，有些烦恼去了，有些问题解决了，新的问题又会随之而生。这是生命的常态，也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本质。诸行无常，诸漏皆苦。我无法帮你消灭这83个烦恼。佛陀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但是我可以帮你解决第84个烦恼。农夫疑惑地问：什么是第84个烦恼？佛陀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你的第84个烦恼，就是你不想拥有任何烦恼的妄念。这句话宛如一记沉重的洪钟，不仅敲醒了当时的农夫，也敲打着2000多年后每一个在红尘中焦虑不安的我们。我们痛苦的根源往往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我们对完美无缺、没有烦恼的执着。我们拒绝接受人生的无常，拒绝承认挫折与缺憾是生活的常态。我们总想掌控一切，把未来的所有变数都牢牢抓在手里，结果却是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名为焦虑的牢笼里。妄想未来，其实就是在预知明天的烦恼。过度担忧，就是在用今天的精力去替明天的未知买单。当你被焦虑或吞噬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悬在半空中的，你看不见眼前正在盛开的花，尝不出碗里饭菜的香甜，你忽略了身边亲人温暖的陪伴，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射到了那些虚幻的、尚未发生的恐惧上。未来的时代变局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波动与不确定性。如果你的心里一直燃烧着这把焦虑火，外在环境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能瞬间把你的理智烧毁，让你陷入恐慌的深渊。要知道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你预判了所有的风险，而是无论顺境逆境，你都能拥有一颗安住在当下的心。烦恼来了，我们就面对它，处理它，处理完了，我们就放下它，不迎不惧，如如不动。别再让那第84个烦恼烧干了你生命的清凉，把心收回来，安顿在此时此地此刻，这才是扑灭焦虑火最有效的一剂清凉散。这世间的第二把火，也是燃烧的最猛烈、最容易让人玉石俱焚的一把火，我们称之为干恨火。相较于焦虑火，是对未来的恐惧；叹恨火则是死死抓着过去的伤痛不放，是你不肯放过你自己。人到了中年，经历了现实的捶打与人情的冷暖，很多人的心里其实都偷偷藏着一本恨的账本。这本账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你这半生所受过的委屈，可能是那个你一手拉拔长大，最后却背叛你的徒弟，可能是那个拍着胸脯保证会还钱，最后却人间蒸发的亲戚，又或者是那个在婚姻里自私自利，让你受尽多年冷暴力与折磨的伴侣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或者生活遇到一点不顺心的时候，这本账本就会在你的脑海里自动翻开，你一遍又一遍地重播着那些被伤害、被辜负的画面。你在心里无数次地与对方争吵，
咒骂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牙切齿。但你有没有停下来仔细想过一个问题？当你被这把无名火烧得整夜失眠的时候，那个伤害你的人在做什么？他可能正躺在舒服的床上呼呼大睡，他可能正吃着大餐，过着逍遥的日子。你的愤怒根本伤不到他一根汗毛，相反地，这把大恨火全都烧在了你自己的心智上。长期的愤怒与委屈是对自身能量最可怕的消耗，很多人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内耗与痛苦之中。佛经里说，一念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我们常常以为恨别人是在替自己讨回公道，但实际上怀抱着单的恨心去生活，就像是你自己喝下了剧毒，却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对方会毒发身亡。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、更吃亏的事情吗？关于如何面对他人的恶意，民国初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金山活佛妙善和尚，留下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真实公案。金山活佛一生疯疯癫癫，却慈悲济世。他从不讲究外表，经常把信众供养的钱财随手就布施给穷人，甚至还会用一些看似荒诞的方法替人解难。因为他的名气太大，行事又异于常人，自然也招来了一些无知之人的嫉妒与厌恶。有一次，金山活佛走在熙来攘往的市集街头，一个极度讨厌他的人事先埋伏在2楼的阳台上，看到活佛走过来，竟恶毒地端起一大盆又酸又臭的洗脚水，里面还混杂着厨余馊水，就这样毫不留情地从2楼当头泼下。哗啦一声，那盆恶臭的脏水不偏不倚地全浇在了金山活佛的头顶上，顺着他的脸颊，袈裟流了满身。那一瞬间，整条街都安静了。跟在活佛身边的信众们一看，简直气炸了，大家义愤填膺，纷纷挽起袖子，准备冲上2楼去把那个泼水的人揪出来痛打一顿，替师父讨回公道。但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，满身酸臭的金山活佛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他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用手抹了抹脸上的馊水，站在街道中央，仰起头对着2楼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笑得无比开怀，转过头对那些气得发抖的信众说：哎呀，你们千万别生气啊，我刚刚走了一段路，正觉得浑身燥热呢。楼上这位施主真是太慈悲了，让我连1毛钱都不用花，就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凉水澡。他这盆水不但洗去了我的热气，还顺便帮我把身上的业障都给洗干净了。我感激他都来不及呢，怎么能去寻仇呢？听完这番话，原本暴跳如雷的信众们全都愣住了，随后便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而那个躲在2楼原本想看笑话的人，也被活佛这份不可思议的包容与豁达所折服，后来甚至亲自登门磕头认错。这就是佛法中极高深却又极其实用的忍辱波罗蜜。别人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，无论是毁谤、背叛还是不公平的对待，那是他自己内心染污，是他自己在造恶业，因果昭彰，他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那是他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把这盆脏水稳稳地接了过来，还把它装进瓶子里带回家，每天晚上睡前都要打开来闻一闻，然后痛哭流涕地抱怨这水有多臭，这个人有多坏，那就是你的愚痴了。2026年的大环境犹如一个巨大的压力锅，每个人都在高温下煎熬。你会发现，身边的人仿佛都吃了炸药，路上的车子互不相让，职场里的推诿卸责变多，甚至家里的一句玩笑话都能瞬间引爆一场世界大战。这就是时代工业催化下的党恨火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还死死抱着过去的恩怨不放，
只要别人稍微挑衅一下，你的无名火就立刻窜上来，想要跟对方拼个死活。那么你几十年来辛苦积累的福报、人脉，都会在这一瞬间被烧得一干二净。这在佛教里就叫做火烧功德林。人生已经够艰难了，我们努力工作，认真生活，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幸福、更平静，而不是为了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更不是为了那些烂人烂事，把自己的身心当作燃料，白白的烧成灰烬。放下过去，不一定是为了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，而是为了放过你自己。面对即将到来的焦躁岁月，当你感到委屈、愤怒，当别人试图激怒你的时候，请在心里回想一下金山活佛的那盆洗脚水，学着把心量放大，把那些恶缘与重伤当作是替自己消灾解厄、洗刷业障的凉水。他不仁，你不必不义；他动怒，你一笑置之。当你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广时，再猛烈的烈火投进来，也只会无声无息地熄灭，而无法伤你分毫。这才是真正的清凉地，也是你在这个浮躁世间对自己最高级的慈悲。这世间的第三把火，也是最容易让人迷失本心，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一生福报的一把火，我们称之为贪欲火。你身边或许也有这样的人，或者这正是你目前的生活写照。明明衣食无忧，有个遮风避雨的家，但只要打开手机，看到亲戚换了最新款的进口车，看到朋友在社群软件上打卡昂贵的餐厅，看到邻居的小孩又考上了什么名校，你心底的那股酸楚与焦躁就怎么也压不下去。现代社会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匮乏，而是永无止境的攀比。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穷，觉得自己苦，但很多时候那不是真的吃不饱穿不暖，而是面子在作祟，是虚荣心在作怪。为了在过年聚会时能抬得起头，为了不让别人的眼光看低自己，我们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堆砌那些外在的标签，去背负高额的房贷，买下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大坪数的房子，去透支未来的财富，换取名牌包包和光鲜亮丽的行头。结果呢，外表看起来无比风光，每天穿得光鲜体面出门，但内心却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，每天一睁开眼，面对的就是还不完的账单、缴不完的贷款，以及永远无法填满的欲望黑洞。这就像是把自己放上了一台永远无法停止的跑步机，你跑得气喘吁吁，灵魂枯竭，心力交瘁，却只是为了维持一个让别人羡慕的假象。关于这种为了虚荣而糟蹋生命的可悲状态，佛教经典《百喻经》里记载了一个极具震撼力，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荒诞的故事。在古印度，有一位商人为了寻找世间罕见的珍宝，他不惜冒着极大的危险，跋山涉水，深入荒芜的深山老林，历经了千辛万苦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沉香木。沉香木是凝聚了天地灵气，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结成的稀世香料，价值连城。商人满心欢喜地把这一大车沉香木运到了繁华的市集上，准备卖个好价钱。可是因为沉香木的价格实在太昂贵了，连续摆了好几天的摊子，来看的人很多，却没有半个人买得起。商人开始感到心急如焚。这时他转头看向旁边的摊贩，那是个卖黑木炭的穷苦人。木炭虽然廉价，又黑又脏，但因为是家家户户生活煮饭的必需品，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客人络绎不绝。摊主忙着收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商人看着别人摊位前热闹的景象，再看看自己冷清的摊位，心里那把嫉妒与贪求的无名火
瞬间就烧了起来。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没有面子了，别人都能轻松赚钱，凭什么我要在这里受冷落？在这种强烈攀比心的驱使下，他做了一个无比荒唐、令人扼腕叹息的决定。他竟然找来了一把火，亲手点燃了那一车珍贵无比的沉香木。在熊熊烈火中，那些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被烧成了一堆黑漆漆的普通木炭。然后他把这些沉香木炭降价贱卖，果不其然，因为价格便宜，不一会儿就被路过的百姓抢购一空。商人数着手里那点微薄的铜板，看着空荡荡的摊位，竟然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脑筋转得真快，终于也像旁边的摊贩一样，享受到了生意兴隆的虚荣感。各位朋友，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这个商人简直愚不可及。那可是沉香啊，怎么能拿来当作木炭烧呢？但是，请你静下心来，把手放在胸口，诚实地问问自己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做着同样愚蠢的事情？那珍贵无比的沉香木，就是我们原本清静安定的内心，是我们陪伴家人的温馨时光，是我们这辈子最难能可贵的生命力。而那廉价的黑木炭，就是别人眼中虚伪的赞美，是社交媒体上几百个不痛不痒的点赞，是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物质攀比。多少人到了中年，为了争一口气，为了买一台比同事更高级的车，为了让亲戚觉得你混得不错，不惜牺牲陪伴老父母的时间，错过孩子成长的最珍贵片段，甚至无底线地透支自己的精气神，把原本可以从容度过的人生过得像是一场逃难。这不叫努力上进，这叫糟蹋生命。这就是把无价的沉香放进虚荣的火炉里，烤成一文不值的木炭。2026年的这场赤马红羊节，在命理上属于火运极盛之年。火的特性就是向上窜升、外放、虚华。在大环境的催化下，人们心中的贪欲火会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猛烈。社会上会出现更多光怪陆离的炫耀现象，会有更多看似能够快速获利的诱惑，不断地撩拨着你原本就不平静的心。如果你无法看透这层虚幻的表象，你的定力不够，就会盲目地跟着别人去追逐那些看起来很热闹的木炭。你会因为害怕落后，害怕被别人瞧不起，而做出极度不理智的决策，最终引火烧身，把辛苦半生积累的家庭基业毁于一旦。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：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，不是演给别人看的。别人碗里的肉再香，也填不饱你的肚子；别人身上的名牌再亮，也掩盖不了你深夜里的空虚。佛法教导我们少欲知足，并不是要我们放弃努力，而是要我们学会分辨，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，什么只是我们虚荣心作祟想要炫耀的。当你放下了那份盲目攀比的执念，把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，去珍惜你已经拥有的那半碗温热的清粥，去拥抱那个一直默默守候在你身边的伴侣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一直苦苦寻觅的幸福与平静，从来就不在别人的嘴巴里，而在你自己的手心里。熄灭了贪欲的无名火，守护好你生命中真正的沉香，你才能在这烈火烹油的时代里，保有一份从容不迫的底气。当我们深陷在这三把火的包围中时，其实也正处于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代节点。2026年的赤马红羊节，表面上看是动荡与不安，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，这其实是一次集体的心智觉醒契机。在这个物资极大丰富却精神极度匮乏的时代，我们曾以为抓住财富就抓住了安全感，以为赢过别人就赢得了人生。但这场时代的大火
恰恰是要烧醒我们的这种错觉。它用剧烈的现实波动告诉我们，向外求索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未来的世界不再是比拼谁的盔甲更厚，而是比拼谁的心性更稳。那些在烈火中屹立不倒的人，绝不是拥有最多财富或最高地位的人，而是那些最早觉知到内心力量，开始向内探索的觉醒者。他们懂得在喧嚣中为自己按下暂停键，学会在时代的洪流中做自己的摆渡人。这场火烧掉的是旧有的虚妄执念，淬炼出的是我们本自具足的清明与智慧。让我们进一步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感到迷茫？因为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我们习惯了顺风顺水的增长，习惯了用加法来生活。我们要大房子，要好车子，要更高的职级，这些所谓的加法曾是驱动我们向前的绝对动力。但到了2026年，时代的逻辑变了，在烈火燎原的年份里，带着太多沉重的外在包袱，只会让你举步维艰，甚至成为火苗最先吞噬的目标。只有学会精简你的欲望，卸下那些不必要的社交面具与物质攀比，轻装上阵，你才能在这场变局中灵活转身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破局之道。这场考验本质上是对我们生命优先级的一次强制重组。不要等大火烧到眉毛了才去寻找水源，而是要提前在自己的心田里挖出一口永不干涸的清泉。前面我们详细谈了焦虑火、控恨火与贪欲火，这三把无名火就像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定时炸弹，正在无声无息地透支着现代人的精气神。很多人一听到2026年的时代变局，第一反应就是去算命，去改风水，或者花大钱去买一些所谓的开运物，试图用外在的力量来挡灾。但佛陀早就告诉过我们，心外无法，外在的风水布局再好，如果你的内心依旧充满了贪吃，那也只是在火山口上盖了一座漂亮的茅草屋，火苗一窜，瞬间就会化为灰烬。真正的护身符从来都不在寺庙的香炉里，也不在昂贵的紫金洞里，而是在你每天的起心动念之中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不需要你抛家弃子去深山里打坐，而是在你每天起床、吃饭、睡觉的琐碎日常中去关照并调服自己的内心。在这里，我想为大家提供3个非常微小但力量极其强大的日常修行清单。这3个行动不需要你花半毛钱，也不需要你具备多高深的佛理基础。只要你从今天看完这篇内容开始，每天踏踏实实的照着做，我就能保证，不管外在的大环境多么焦躁，你的心里一定能拥有一片清凉地。第一个行动用来对治焦虑火，我们称之为资讯断舍离。我们现代人每天吸收的资讯量恐怕比古人一辈子还要多。仔细回想你的生活习惯，每天睡前是不是习惯性躺在床上滑手机，看哪里发生了严重意外，看国际局势多动荡，股市跌了多少，或者看社群软体上的无聊争吵。你以为只是接收资讯，实际上你是在毫无防备地吸收庞大的负面业力，大脑在睡前被迫塞满灾难与焦虑，带着这些充满热闹的负能量入睡，怎么可能睡得安稳？这就像每晚都在往脑袋里倒有毒的垃圾，却指望能做个甜美的梦，这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。所以，给大家的第一个落地建议，从今天起，睡前1小时坚决把手机关掉，绝对不要带进卧室。这宝贵的1小时要用来把浮躁的心收回来。你可以用温水泡脚，感受放松；可以静坐在床边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在佛教里，这叫观息法，把注意力轻轻放在呼吸上，吸气，
你知道在吸气，吐气，你知道在吐气。当心念只专注在呼吸起落时，焦虑自然失去了燃料。好好睡一觉，让身心彻底修复。这就是对抗时代变局最坚不可摧的盔甲。第二个行动，用来对治国的恨火，我们称之为睡前原谅法。我们每天出门为生活奔波，难免会遇到不讲理的人，难免会受尽委屈，别人的冷嘲热讽，同事的推诿卸责，家人的不体谅，都会在我们心里留下伤痕。若把这些委屈死死憋在心里，积压成仇恨，这些负能量最终都会变成反噬你身心的毒药。弘一法师曾言，我不识何等为君子，但看美事肯吃亏的便是。吃亏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是懦弱，但在佛法的智慧里却是一种化解恶缘，保护自己功德林的最高境界。希望你每晚躺在床上时，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这3句话：我原谅今天遇到的一切不美好，因为他们都是来成就我的。我原谅那些有意或无意伤害我的人，因为他们困在无明里，也很可怜。我也原谅今天做的还不够完美的自己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原谅是一场心灵的深度沐浴。原谅别人，就是把囚犯从牢笼里释放出来，然后你会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囚犯一直都是你自己。当你把这3句话在心里默念完，你会真切地感觉到胸口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突然消失了。你不带任何仇恨与遗憾进入梦乡，明早醒来就是一个干干净净全然更新的人。第3个行动，用来对治贪欲火，我们称之为7分满的智慧。现代人之所以活得这么累，往往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想要追求满，吃饭要吃撑，赚钱要赚尽，对别人的要求也是一点瑕疵都不能有，把生活逼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弹性的死角。但易经里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佛教也常说要惜福，要给自己和别人留一点余地。你的福报就像是一桶水，如果你非要把它装到最满，稍微一晃，水就溢出来浪费掉了。从今天起，请练习把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只做到7分满。吃饭的时候，吃到7分饱就放下筷子，不要贪图口腹之欲，让肠胃有喘息的空间。在职场或生意场上，如果这个案子你原本可以赚10万，不妨主动退一步，只赚7万，剩下的3分利润分给你的合作伙伴，或是拿去请员工吃顿好饭。这在佛教里叫做布施。你以为你少赚了，但实际上你把钱财散出去的同时，也散去了财富里夹带的业障。你换来的是人心的凝聚，是别人对你的感恩，这才是能够庇荫你长长久久的真实福报。这就是7分满的智慧。留下来的那3分空白，不是损失，而是你在这个烈火烹油的时代里，给自己留下的退路与生机。这3个微小的行动，睡前远离手机，在心里原谅他人，以及保持7分满的知足，它们听起来无比简单，但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奇迹会在你的身上发生。你的眼神会变得越来越柔和，你的睡眠会变得越来越深沉，而那些原本轻易就能激怒你的人事物，再也无法在你的心里掀起任何波澜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焦虑火、看恨火，还有贪欲火，也分享了熄灭这3把无明火的日常练习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这段关于2026年赤马红羊节的长谈也即将走向尾声。或许在文章一开始的时候，当你听到7月流火、天道清算这些字眼，你的心里是充满恐惧与不安的。你可能会担心自己的事业，担心家人的健康，
甚至担心我们这个大环境究竟会走向何方。但现在，我希望你深吸一口气，感受一下此刻内心的状态，是不是觉得，其实那把看似来势汹汹的时代之火，也没有那么可怕了？佛教常说，万法唯心造，这世间的一切劫难与福报，说到底，不过是我们内心投射出来的影子。所谓的共业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共同积累的浮躁与贪婪。但在这庞大的共业之中，每一个修行善念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别业。当外面的世界狂风骤雨、烈火燎原的时候，只要你的内心是一片平静的汪洋，那么这把火就绝对烧不到你的身上。它不仅无法伤害你，反而会成为淬炼你生命境界的红炉。很多人花了大把的钞票去请大师算命，去买昂贵的水晶洞、紫晶洞，或者在家里摆满了开运物件，希望能挡灾化煞。大家总以为消灾解厄的力量在外面，在那些冷冰冰的物件上，但真正的风水从来都不在你的房子里，而在你这个人身上。你身上最好的风水，是你那颗不随波逐流，始终保持善良与柔和的心，是你懂得退让的智慧，是你面对逆境时依然能够展露的微笑。你身上最强大的护身符，不是从哪座知名庙宇求来挂在脖子上的香火带，而是你平时对长辈的孝顺与和颜悦色，是你对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所释放的一点点善意，更是你在夜深人静时愿意放过自己，原谅他人的那份宽容。这在易经里就叫做厚德载物。只有你的品德与心量足够深厚，你才能稳稳地承载住时代巨变带来的冲击，甚至将这些危机转化为你人生下半场的转机。对于一个心存善念、懂得克制欲望的人来说，2026年的这场丙午天火根本不是什么毁灭性的灾难，相反地，它是佛菩萨慈悲的智慧之光。这道光会帮你照亮前方迷茫的道路，会温暖你曾经受伤、寒冷的灵魂。它甚至会帮你把生命中那些原本就该淘汰的虚假人际关系，那些消耗你能量的烂人烂事，通通烧得一干二净，还给你一个无比清净自在的真实人生。所以别怕，顺应天道，安住当下，我们就能在烈火中修得真经。最后，我想邀请屏幕前的你和我一起做一个小小的但充满力量的仪式。这不只是为了在网络上留下痕迹，更是为了向浩瀚的宇宙发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平安信号。语言和文字是带有强大磁场与能量的，当你写下一句善言，你的潜意识就会接收到这份正向的指令。现在，请你静下心来，在留言区或者在你的心里，诚恳地写下这12个字：愿放下执念，得心灵清凉。当你打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向天地宣告，我愿意放下过去的恩怨，我愿意停止对未来的焦虑，我愿意用一颗柔软知足的心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1000个、10000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都在留言区留下了这句善语，我们就能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汇聚出一个无比强大、无比纯粹的正向磁场。在这个慈悲的磁场里，所有的戾气都会被化解，所有的灾厄都会绕道而行，所有的祝福与好运都会循着这道光来到你和你的家人身边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，无论时代的巨轮如何转动，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的那半亩方塘，心若清凉，何惧7月流火。愿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福寿安康，百毒不侵，自在欢喜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需要平静的朋友。
让我们一起在修心的路上结伴同行。